小玉儿摆摆手，嫂子不用麻烦的，我们去镇上摆摊，一会儿熬点粥卖时，留点自己喝。我听你大哥说过，你在镇上摆摊，需要我帮忙吗？我可以跟你去镇上吗？当然可以，大嫂，我们现在就要走了，那一起吧。哎，行。打理好一切后，他将卧室的门合上，跟乔玉儿一起去了镇上。云香桥每逢集市都会去镇上买些东西，但来码头还是头一次。他还在打量，乔玉儿跟薛竹两个人已经麻利地将摊位撑开，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人来买早饭，简单的稀饭加小菜，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。看着两个人手脚麻利的样子，他硬是帮不上什么忙。到了中午，他便看到乔玉儿更忙了。乔玉儿炒了简单的3素2荤1汤，便吆喝着卖饭了。云香桥目睹全过程，玉儿，你之前送给我们家吃的菜，据说是猪下水，对吗？大嫂别急，等回去以后啊，我都会教你方法呢。哎，好好好。一行人从早上忙到了晚上，收获了一大堆的铜板。云香桥感叹了，这累了一天，但收获颇丰呀。收摊后，乔玉儿便跟往常一样，去几个常去的摊位买了些食材。姑娘，今儿个还是一筐猪下水吗？是的，大叔，还是一筐猪下水，再给我称1斤排骨，1斤肥瘦相间的肉。好嘞。有这么个大客户，小贩切起肉来也是哼着小曲儿，十分高兴。一行人回村之后，云香巧说什么也不肯让辛苦一天的乔玉儿再去做晚饭了。至于处理猪下水，也是乔玉儿在旁边指导，她抢着亲自操刀。看着大嫂这么能干的模样，乔玉儿十分欣赏。看来明天就可以交给大嫂出摊了，而她要赶紧完成系统发放的任务。晚饭依旧丰盛，糖醋排骨、梅菜扣肉、蒸蛋、大骨汤。看着这么丰盛的晚餐，薛东还是忍不住念叨几句：玉儿，你挣点钱不容易，可要省着点花。以前都是逢年过节才能吃上这样的菜色，大哥，我们挣钱就是为了让日子过得好些。家里还有2个长身体的孩子，得吃些好的，才能够将他们养得白白胖胖呀。小五眼睛亮亮的，看着乔玉儿跟崇拜小仙女似的。这个姐姐是福星啊！自从她来到薛家后，日子就莫名好起来。薛东叹气：玉儿，都是大哥不好，让你这么辛苦。乔玉儿却有了主意：大哥，家里的田地也用不着天天料理吧？我看这快餐摊位呀，生意挺不错的，我想再多搞几个摊位。快，玉儿，赶紧说说你的安排，你这小脑瓜子主意太多了。乔玉儿抿唇笑。薛竹这个人不同于薛东的腼腆，他还是挺有生意头脑的。二哥，码头摊位我想让你跟大嫂镇守，我再去别的地方找找位置。这大哥都娶媳妇了，二哥的媳妇也得赶紧安排上，到时候大哥、二哥各自领着自家的媳妇儿管一个摊位，自给自足便没有问题了。这句话说得好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好，我都听你的安排。码头摊位成功的交接给了大嫂跟二哥之后，老百姓期待的端午节如火如荼的来临了。薛家人做了很多的粽子，全家人在镇上卖。薛东跟小五一个摊位，大嫂跟薛竹一个摊位。至于乔玉儿这2天在镇上奔走，花费了不少的心思，终于找到了引荐的大夫。有了领路人，就能够顺利的进入裴府给老夫人就诊。眼下还得去学堂一趟，给三哥薛凡送粽子。没一会儿便来到了人才学堂，乔玉儿还没有敲门，就见门口站着一个妙龄姑娘。啊，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我都说了，我是白丽芝秀才的未婚妻，我来给她送几个粽子，怎么就不能进去了？你这个看门狗，若是不识趣的话，等我未婚夫考上状元，定要让你好看。乔兰儿提着篮子，纤细的手指戳着看门书童，神气活现的大声嚷嚷，怪不得他觉得这身影眼熟呢，原来是他那个眼高于顶的花瓶姐姐。就在乔玉儿打量时，那个书童便看到她的存在。这位姑娘，你有何事呢？乔玉儿笑脸相迎的走了过来，礼貌道：这位小哥，我是薛凡的妹妹，这不端午到了，给他送篮子粽子，还请小哥帮忙转交给他。这2个粽子呀，是给小哥的，祝端午安康。俗话说得好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看着姑娘这么有礼貌的份上，好，你放心，我定会亲自转交给薛凡的。那就多谢小哥了。转身要走时，却被乔兰儿给拦住了去路。他将人拦住，话是冲着守门小哥喊的：我看啊，你这看门狗，你这就是区别对待。我是白秀才的未婚妻，你居然不给我面子，当心我告诉夫子，让你丢了这份看门的活儿。
怎么，这还没当上官夫人就开始欺压小老百姓？你想送粽子，那就把粽子留在这里，我会替你转交。乔兰儿却是不屑地翻了翻眼皮，哼，交给你，我哪能放心？万一你把粽子私吞了，可怎么办？我得亲自交给他。守门书童更恼了。哎，我说你这人听不懂话是吗？这学堂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。小哥，不如这样，我们在门口等会儿，等下课时，你喊那个叫白丽芝的过来，让这对苦命鸳鸯见一面，就算完成任务了。要不，你看他那个轴样，一直赖着不走，多影响人的心情啊！你，乔兰儿气得跺了跺脚，双眸斜了他一眼。大半个月不见，竟然能在这里见到乔玉儿，现在沉下了心思打量，发现她比从前要好看些。奇怪了，爹娘不是说把她卖给牙婆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看她穿的衣服，居然是新的。以前她只配穿她不要的衣服。你什么？我帮你说话也不感激，真是好心没好报。但凡你说话有些教养，这位小哥都会行个方便。大家都是平等人，你以后就算是做上了官夫人，也得为百姓做主，而不是欺压小老百姓。这番话从一个村姑的口里说出来，实属大气。就见一阵掌声啪啪啪地响起来，犹如惊雷一般。两个姑娘同时回眸，就见守门的书童恭敬地喊道：“蒋夫子。”“蒋夫子好。”乔玉儿行了行礼：“你就是薛凡的妹妹吧？今日一见，果然口齿伶俐，名不虚传。”“怎么？”乔玉儿纳闷，就见蒋夫子笑着将认识他的缘由说了一遍。其实都是三哥教的好，我啊这学的都是皮毛。蒋夫子笑笑：“不错不错，你三哥最近挺用功的，温习的功课都挺扎实。只要他保持良好的心态，这一次的乡试定是没有问题的。还请夫子多多关照。来吃粽子，还是肉粽好吃。”“祝夫子端午安康。”“好。”蒋夫子温和的笑笑，对着守门的书童交代道：“以后薛凡的妹妹想要进学堂，就让她进。至于别的人，还是按规矩来。”“多谢蒋夫子。”“行，你们忙。”蒋夫子走了后，乔兰儿急得直瞪眼：“喂喂，蒋夫子是吧？你赶紧放我进去，我要见我的未婚夫。”可回应他的只是那潇洒的背影。乔玉儿暗暗吐槽，这个麻烦经不走，只得等到敲钟声响之后，门童换了白秀才过来。离得近了，乔玉儿才能看得清楚这男人的庐山真面目。哎呀，这个秀才不就是那天在镇子上跟他斗诗的那个人吗？没想到他居然是姐姐的未婚夫。乔玉儿站在墙角边，那秀才并没有看见他。“兰儿，你怎么来了？”“励志，我来看你呀，这不端午了，我亲手给你做了粽子。”“兰儿真贤惠，你亲手包的粽子一定很好吃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吃完的。那没别的事儿，你就赶紧走吧。”“可是励志，咱们都10来天没见面了，你不想我吗？”“当然想你，做梦都想。”他见四下无人，便在他的樱桃小嘴上亲了一下，声音暧昧沙哑：“过几天等学堂放假，我就去找你。乖，现在赶紧回去。”“行，那我回去了，你也赶紧回去吧。”转身的时候，却看见门口多了一抹身影。若是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个姑娘不正是薛凡的妹妹，跟他在镇上斗诗，害他丢人现眼的人。真的好巧呀，姐夫。兰儿，这怎么回事？乔兰儿为有这样的妹妹感到丢脸，她有些紧张的解释：“励志，这件事我以后跟你解释，你不是要忙吗？赶紧进去吧。”乔玉儿送完粽子后，便想去药堂找举见人。乔兰儿再次拦住她的去路：“乔玉儿，你还没说自己的情况呢，你被牙婆子卖给哪家当媳妇了？”“是，你们将我卖了，那你现在又跟我说什么话呢？”“乔玉儿，你该不是走了狗屎运，那穷相公对你言听计从吧？听你这口气大的不得了啊！以前你敢跟我这样大声说话吗？不过我警告你，买来的女人就是贱，你得意不了多久的。对，你得意不了太久。这句话应该是我送给你才对，你的眼光也不怎么好，居然看上那种秀才。我看你们这亲密的样子，怕是生米煮成熟饭了吧？我劝你啊，还是收敛一点，等珠胎暗结，别人又不娶你，我看你这姑娘家还怎么有脸活在这个世界上？”乔兰儿的脸色瞬间僵硬了。天哪，她是怎么知道他已经跟秀才行了夫妻之礼？你少往我身上泼脏水，倒是你被人卖了，还不赶紧生个儿子，当心地位不保。看你这瘦弱的样子，能不能生还是个问题呢。他冷笑：“哼，
行，你现在嚣张得意就继续作，我劝你低调点，要不然到时候啪啪打脸，可是无地自容。乔兰儿对白丽翅还是挺有信心的，他冷哼一声，才懒得理这个赔钱货。乔玉儿也懒得理他，径直走远了，留下气急败坏的乔兰儿在原地跺脚。好你个乔玉儿，你等着，等我当上了官夫人，看我怎么修理你！他在后面龇牙咧嘴，乔玉儿却加快脚步来到了回春堂，找引荐大夫。乔玉儿在门口晃了会儿，便被老大夫眼尖的发现了。姑娘，你这是？乔玉儿从衣袖里拿出面纱敷在脸上。韩大夫，我不太方便露面，想让你领路去裴府，诊金到手后，你我3七分。你这姑娘还真是奇怪，神神秘秘，医术高明，却师出无门。韩大夫，这个秘密我以后可以告诉你，眼下还是帮我引荐吧。韩大夫想了想道：行，那我去收拾一下，一会儿就跟着你去裴府。好嘞。乔玉儿屁颠屁颠地说着，便跟在他的身后。等到了裴府后，他戴着面纱，他看着一旁的韩夫子。好了，老大夫，敲门进去吧。韩大夫敲开了门。韩大夫你好，这位是？韩大夫捋了捋胡须，言语高深莫测。哦，这是我千里迢迢寻来的神医弟子，专门治疗疑难杂症和多年的老顽疾。两人成功进了裴府。乔玉儿打量府里的熟悉场景，暗叹好巧啊，那厨娘跟老夫人都应该记得他。他轻咳了一下，润润嗓子，一会儿得变声，行为举止方面都得注意一下。恍惚间，两人被家丁领到了一处寂静的小院。这位女神医，老夫人的身体一向不好，你可要给好好诊治。你放心，我定会好好检查的。乔玉儿变着声调，声音有些哑。下人又道：老夫人经常胸闷，胸口疼痛，看了好多大夫都不见好，药都吃了好多呢。若是女神医能医治好她的病，诊金好说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。老夫人穿着寝衣，脸色疲惫地坐在床上。韩大夫，你来了，这位是？老夫人，这位便是我托了关系请来的神医。哦，是吗？这么年轻，也不知道医术得不得行。老夫人，行与不行，不如试一试。就算您从京城请名医，这块马家鞭也得10天半个月，您这病情可是耽搁不得。行，那你诊断吧。乔玉儿走了过去，拿出一块丝帕放在老夫人的手腕上，诊断一番，以及看了看她的面貌。当他触摸到老夫人皮肤的那一刻，就听到系统提示音咚的一声响起。小精灵机械的声音道：主人，这位老夫人心脏不好，失眠前平日里大鱼大肉，导致胃也出了问题。医药系统也太好用了。扬眉，他顿了顿嗓子，老夫人，你这病没什么大碍，主要原因是要调理饮食，还有不要过度劳累动怒。我会给您配好汤药，再加上我独创的按摩手法，不出1个月就能痊愈。这么简单？不光老夫人难以置信，就连一旁的韩大夫也表示怀疑。行，那你快开药方。老夫人，我治疗疑难杂症的本事都是得我家师傅真传，但这药方我是不会开的，万一泄露出去，那就违背家师了。我会亲自把药配好，给您送过来。他随手打开抽屉，将一叠的药方递给他。你看看，这些都是大夫给我开的药方，你怎么看病能不开药方呢？乔玉儿不以为然，将那些药方全部看了个遍，直接分析利弊，戳中要害。不知老夫人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就连老大夫听了都钦佩之极，眸光发亮，直呼：妙啊，妙啊！他怎么没发现这些小细节呢？老夫人，这便是神医独特的地方。若想治病，还得按照这姑娘的方式来呀。行，只要你能治好我的病，我给你100两真金。老夫人尽管放心，我定会全力以赴。乔玉儿出了院落后，韩老大夫便跟在他的后面。一袭白色衣袍的裴公子看到这么窈窕的身影，眼睛里闪出好奇，问一旁的随从道：这位覆盖面纱的姑娘是谁？公子，小的这就过去打听下。随从立马换了老夫人院子里的下人，就见那人瞅着那远去的身影道：这位姑娘听说是韩老大夫引荐来的大夫，听说是天下第一神医的女弟子。女弟子？我祖母的病如何了？下人恭敬回道：公子，神医说1个月内便能痊愈。刚出了裴府的乔玉儿根本没想到有人在背后对他评头论足。他跟韩大夫一起回了回春堂，
他根据医药系统给的药方，在回春堂抓了药。他叮嘱道：“韩大夫，这药配好了，还得麻烦您帮忙交给裴府。”好，我定会送去裴府。行，那接下来的1个月，还请老大夫多跑几趟裴府。乔玉儿按照系统医书上面的方法，告诉老大夫具体的按摩手法。就这么简单，真的有用吗？您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得，1个月后等出结果。其实心脏有问题的话，最主要的就是保持心平气和，不要易暴易怒，否则大罗神仙也难救。至于食谱嘛，足疗法全部都搭配上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好，就按你的做。乔玉儿在回春堂整装一番，揭开面纱，便从里面出来，回眸间就看见薛墨站在那儿。四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乔玉儿瞪圆了眼睛，他刚刚从这药堂里出来，他应该没有看到吧？还好他已经乔装收拾出来了。我是专程来找你的，你这是？薛墨不解地问。那个四哥，我是四处闲逛路过这里的。嘿，哦对了，四哥，你找我做事？是这样的，码头接下来会闲一阵，我干完今天就得在家等活了。大哥大嫂他们的粽子都卖完了，我出来许你一块回去。行，回去。那我们的摊位收了没？应该收了，在原地等咱们呢。今儿个收获还不错。太好了，那四哥走吧。乔玉儿率先走在前面，瞧那背影蹦蹦跳跳的，像一只可爱的小兔子。薛墨在他身后看着他可可爱爱的样子，忍不住嘴角上扬。当初买下他不过是一时兴起的好心跟善良，却没有想到给薛家买到了一个宝。2个人直接往码头方向回去，谁知还没有靠近码头，就见码头的一个干活长工跑了过来，神色焦虑。不好了，薛墨，你家大哥二哥跟人打起来了，都快要闹到衙门去了，怎么回事？长工道：还不是你们薛家生意红火，饭菜好吃，价钱公道，不仅码头上的工人过来吃，就连附近的一些人也都过来吃，导致那些面馆饭馆没生意。这下人家眼红了，要赶你们走呢。这码头虽然可以临时摆摊的，但若长期的话，是需要跟衙门通报一声，交些租金的，要不然现在有人闹事儿，衙门也不会帮忙管呢。乔玉儿听着这话，旋风一般的跑过去，这才摆了几天，就闹出了风波来。他还来不及递交摊位申请书，这些人就按耐不住了。薛墨跟乔玉儿赶过来时，就发现现场打成一团，桌椅都被摔得缺胳膊少腿的。大哥跟二哥赤手空拳的反抗，还有几个帮忙的是经常在摊位吃饭的码头长工。有这些壮汉帮忙，薛家兄弟倒也没吃亏。倒是云香巧吓得6神无主，在旁边劝架，嘴里喊着别打了。薛墨到底是在武馆练过几年，又上过战场，是有功夫底子的。他一加入，很快就占据了上风。乔玉儿还是头一次看到薛墨打架，他走过去扫了几眼打架的人，果然都是熟面孔。我说你们这些人，自己生意不好，都不知道改变一下思路。若你们将菜色丰富下，卖的价格公道点，又何必眼红别人呢？打斗声停止了，附近看热闹的行人才敢凑过来。面馆老板脸色难看，满脸的不服气。你在这儿摆了好几天的摊位，也不去给衙门交钱，一会儿看官爷过来怎么收拾你们。乔玉儿面色更冷，他扫了那个老板一眼，全都是清一色的中年男子，大腹便便的，有些发福。是吗？你觉得我们的问题就是少交了一些摊位费是吧？说是我们已经交了摊位费呢。话音刚落，那几个中年男子同时面色一变。不可能，他们在码头做了这么久的生意，衙门里可是有熟人的，没听说过这个摊位交了费用。臭丫头，你少在这儿混淆视听，我们衙门里可是有人的。你做的那些荤菜，全都是没人要的猪下水，长期以往还不得把人吃出毛病来。你这个黑心商，怪不得卖的那么便宜。你这个黑心商，怪不得卖的那么便宜。薛竹气急败坏地冲了过来。你们胡说八道什么？这东西本来就能吃，是你们不会处理。你们有本事把自己家生意做好，卖不过我们就暗算我们，算什么东西？得了，你说那么多有什么用？等官爷一来，我看他是帮谁说理，你们就等着倒霉吧。那几个老板十分嚣张，眼看一队官差浩浩荡荡地朝着这边走来，脸上得意的笑容越来越大。乔玉儿看了却没有畏首畏尾，反而是大大方方地迎了过去。他从衣袖里掏出了一张摊位申请书，又给了一大袋子的银子，塞给了那领头的官差手里。官爷，这是摊位申请书，这银子交的是今年的摊位费。这码头的摊位只要没有摆满10天，就算是临时摊位，我们并没有触犯衙门的哪一条规矩，还请官爷明鉴。接着乔玉儿又小声的道：官爷，剩下的一点银子就请官爷们喝茶，
小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还请官爷行个方便。领头的官差眼睛亮了起来，这小姑娘是有几分本事，会做人，会说话，还会给人台阶下。他们都是衙门当差的捕快，也喜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行，姑娘都这么说了，这事儿小事化无了。捕头，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这臭丫头狡猾得很，我们定要彻查一番。要是谁都这么乱摆摊的话，那整个码头乱成什么样了？乔玉儿竖着耳朵，原来这人就是那几个老板人口中说的熟人。官爷，这捕快是存心给您找事做呢。那几个开饭馆的老板说他在衙门里有熟人，不会就是他吧？乔玉儿说着，还意味深长地看了那个捕快一眼，就见对方脸色发青，吓得再也不敢说话了。官爷，您是贵人，必定有很多事情要办，这点小事我们私下解决就好了。摊位申请书我已经递交了，还请官爷去衙门帮忙登个记。你言之有理，行，你自己处理吧。小李，你去给闹事的人回个话，以后这点屁大的事儿就不要惊动我们衙门里的人了。小李十分尴尬的点头。是，头儿。饭馆面馆的老板见熟人不管用，都十分诧异地看着乔玉儿，这丫头莫非会妖术吗？刚才这对官差还气势汹汹的来着，却被他三言两语的打发了，感情这架白打了，这身上还挨了不少的拳头，还鼻青脸肿的。这下薛家人可以光明正大的摆摊儿，那他们以后更是连汤都没得喝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同行是冤家，大家都是为了讨一口饭吃，我也能够理解。就见薛竹急道：妹妹，你可不要犯傻了，刚才他叫嚣说让我们在码头混不下去，你可不能跟他们求和。二哥，我自有主意。这冤家易解不易结。乔玉儿又道。几个老板愣了愣，十分气恼道：你现在生意火爆，每天挣得盆满钵满，自然说着风凉话，可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，要养家糊口的，且每个月房租还那么高，你这是存心不让我们活呀？你们可以研制更美味的菜肴，卤肉等等都可以呀。说的轻巧，说这美食能那么容易研制出来，我们还跟在这里跟你干架吗？所以我说冤家易解不易结，一人发财不如领着大家一起发财。若你们愿意跟薛家合作，我是可以给你们些菜谱、食谱，以及怎么去猪下水腥臭的方法，也可以多传授一下你们其他的美食做法。你们意下如何？此话一出，几个老板互相对望，瞬间不知道这乔玉儿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就连薛家人也不知道乔玉儿这话是什么意思。薛竹、薛东两兄弟小声的窃窃私语，若是乔玉儿判了这些人，将自己挣的钱买卖交给他们，那他们会西北风吗？薛竹欲要上前阻止，却被薛墨给按住了。大哥二哥，不要着急，我相信妹妹定会有个两全其美的和解方法。几个老板显然不太相信，一脸质疑。教会我们？你会这么好心？乔玉儿打趣道：哼，我当然没那么好心。那些人的脸全黑了，这个臭丫头存心玩他们的。这些菜肴都是我们家独家的秘制配方，若你们想要加入也不是不可，但是有条件。他打得一手好算盘，薛家人再能干，毕竟人手有限，倒不如学习现代人的小吃加盟方式，还能够带动大家一起致富，大家更会拥戴他。什么条件？快说！你们可以加入薛家的快餐经营模式，至于你们摆卖的地点，根据我们筛选的地方去选择，而你们每个月创造的毛利，抽1成当分红交给我，我每个月都会分享新的食谱，且大家要签订保密协议，若是将食谱外传，会承受巨大的赔偿。若可以的话，欢迎你们来华东村详谈。这是一个共赢的方法，我挣点小钱，你们挣大钱，大家各做各的生意，互不干扰，寻求共赢。几个老板听了这番言论，全都傻了眼，这听着挺新鲜呀，好像也挺可行的。乔玉儿故作高傲：我刚刚已经申请了摊位，以后薛家在这码头摆卖，谁也没有权利干涉。如果你们再闹事，那就衙门见，我看谁斗得过谁。至于你们想两败俱伤，还是大家一起发财，我等你们的好消息啊。乔玉儿言尽于此，便不愿再说。她收拾残局，收拾时就见这些人还处在原地。乔玉儿又补了一句：不管你们愿不愿意合作，还请先把这些物品的损失给赔偿了。姑娘，容我们想想，若是到时候有想法的话，定会登门拜访。他们还掏了银子赔偿。乔玉儿收了银子，表情依旧恼。看看我这2个炉子，定做是需要1-2天的，真是耽误我们挣钱了。面馆老板愣了愣：这个炉子我们家倒是有，不如我先借给你们用几天。乔玉儿点点头：行吧，那就谢谢了。这场闹剧和平的结束了。等人散了之后，薛竹一脸兴奋：玉儿，听你刚才这么一说，我怎么感觉要挣大钱了呢？
你说的那个方法听着就挺带劲儿。薛墨这些天在码头挣苦力钱，今天亲眼目睹乔玉儿这般做生意，微微啧舌。想想妹妹的几句话就能够成就很多银子，而他辛辛苦苦1个月只能勉强养家。突然他就怀疑自己是否要换条别的出路，要不然全家都要靠着乔玉儿养活，这未免太可笑了。不过他也能够理解乔玉儿的意图。妹妹说的对，与其天天防着这些人闹事，不如大家一起发财，教我们省心省力，每个月等着捡钱也不是一桩美事。乔玉儿高兴地跳起来，这个四哥总是可以跟他想到一起。英雄所见略同。天色渐渐地灰暗了下来，薛家人见时辰不早了，便赶紧火急火燎地包了一辆牛车回去。家里头2个孩子互相作伴，小五虽然又聋又哑，但他的爱好就是每天在沙堆上写写画画。文文听到动静，便拉着小五兴奋地喊道：小五叔，爷爹娘亲他们回来了。乔玉儿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，对着大家道：大哥、二哥、四哥，我觉得小五画画挺有天赋的，他都8岁了，下半年给他上学堂吧。薛东点点头。行，那等下半年送他去。几人谈话间，灶房里便已经炊烟袅袅。云香巧系着围裙在灶房里忙碌开，有了这个嫂子，家里的活儿还真是被她给包揽了。没多久就听到自家媳妇从灶房里传来的声音：吃饭了！这无疑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。现如今的薛家让村民刮目相看。玉儿呀，你这孩子太能干了。话说你这大哥都娶了媳妇儿了，你家二哥呢？有没有相看的姑娘？我呀，这有个远房亲戚，要不给介绍介绍？乔玉儿想等这段时间忙过去，就给二哥的婚事安排上。好说好说。乔玉儿笑眯眯道。这会儿也轮到薛家挑姑娘了，见有村妇推荐成功，另几个村妇瞧着也凑了过来。玉儿姑娘，既然你要找嫂子，那定要多看几家，才能找到合适的。乔玉儿笑容满面。行，有好姑娘尽管给我家二哥介绍。玉儿姑娘还请放心，会给你们家相看好的。话说你们家在码头的生意不错吧？我看那些面馆、饭馆的老板开了10几年了，都做不过你们的生意。还行，发不了什么大财，也就养家糊口。那些婆子也不是好糊弄的，看乔玉儿的眼神瞬间不一样了。以前还会对她污言秽语，现在都是讨好的眼神。玉儿姑娘，你这就是谦虚了。你们一天少说也能挣半两银子，怎么就养家糊口了？我看用不了多久，你们就能盖新房子了。玉儿姑娘，你这年纪也有14岁了吧？要不也给你介绍好的年轻后生？薛墨板着脸杵在一旁听着，脸色渐渐地黑沉下来。不等乔玉儿开口，他便一口回绝：不劳您费心了，我家妹妹年纪还小，嫁人的事过2年再说。一想到这么好的自家妹妹有天要嫁人，薛墨心里便很是不爽。哟，这不是薛墨吗？这就护上了。也是啊，玉儿年纪还小，不着急，先将4个哥哥的媳妇儿娶了，再安排你的亲事也不迟。这些人散开之后，就见一个貌美如花的姑娘杵在那里，痴痴地看着薛墨。乔玉儿瞧这姑娘长相绝佳，家底富裕，她不由得开起了薛墨的玩笑：四哥，我瞅着这姑娘挺好的呀，都是一个村的。薛墨蹙了蹙眉头，知道他说的是谁，声音淡淡：感情是不能勉强的，楚雪儿条件确实不错，可我现在还不想成家，就不要耽误别人了。说着他就转身走了，留下一个高大的背影给他。玉儿妹妹，雪儿，你有什么事？玉儿妹妹，多谢你刚才为我说好话，你觉得我也不错是吧？我当你四嫂怎么样呢？他真的很喜欢薛墨，不管薛家有没有钱，他都愿意嫁给他。乔玉儿抽了抽嘴角，这姑娘还真是死心眼儿，但四哥不喜欢，他也没有办法勉强。这感情之事不能勉强，不如你多相看几个男子，定能遇到更好的。我就是喜欢他，这辈子非他不嫁。乔玉儿无奈地扶了扶额头，一进屋就见薛墨提醒：玉儿，楚雪儿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以后离她远点儿。乔玉儿无奈地摊手：知道了，四哥，不过那姑娘还挺痴情的。薛墨却道：难道我就应该成全她的痴情，牺牲自己的终身大事？乔玉儿愣了愣：哼，四哥并非池中物，以后定会有出息的，会有最好的女子婚配。薛墨倒是很意外地笑笑：原来在你心里我这么有本事。那当然，四哥，你在武馆里学过几年功夫，还上过战场，去过京城，见过世面的。薛墨眉头一蹙：
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好汉不提当年勇，现在码头的活很闲，我得另谋出路。干活的事不着急，慢慢找。再说了，薛家不像以前那么穷了，你可以找件长久的事来干。薛墨心里有了主意，过2天他得去镇上找活干。乔玉儿有本事，但薛家人要靠一个女人撑起来，未免说不过去。刚过端午，山上的竹笋不太适合吃了，乔玉儿准备去挖些野菜、野木耳之类。薛墨见状，扛着锄头跟着他一块上山。2个人去山上挖了些野菜、野木耳、野蘑菇等等，便下了山。回去薛家之后，乔玉儿人还没有走到院子呢，就见门口停了一辆马车，几个中年男子在院里踱步。他眼尖的认出，这几个人是在镇子上跟薛家人打了一架的饭馆面馆的老板。等了2天，他们终于登门拜访。玉儿姑娘，你可算回来了。面馆老板殷勤地帮他取下了背上的背篓，瞧见里面有蘑菇有木耳，惊讶问道：这些黑乎乎的东西不是有毒吗？我们村的山头遍地是，没村民敢采摘。乔玉儿解释，这种颜色单一的没毒，这木耳蘑菇味道鲜美，煲汤的时候放几朵能够提鲜。若你们跟我合作，我会将识别蘑菇的方法原原本本的教给你们。玉儿姑娘，那你赶紧说说细节。既然各位都是诚心合作，那请勿细细说。上回也说过，合作的话每人将30两入伙，我提供10铺给你们，每月抽你们的纯利润1成作为分红。30两银子其实不多，但也要花费1、2年的时间才能挣到，这一下子拿出来，他们还真有些心疼。但今儿个过来就是咬牙求合作的。薛墨看乔玉儿从容不迫，侃侃而谈。薛竹说乔玉儿是个经商奇才，挣钱容易，他算是见识到。乔玉儿见他们在商量，不催促也不着急。3位老板要是没有异议的话，在上面签字。面馆老板率先豁出去道：行，我就拿30两银子碰把运气。乔玉儿一脸自信，我敢保证你们挣多少，只要按照我这边的要求实实在在的做生意，一定会客满盈座。至于摆摊还是开铺面，那都无所谓，主要经营模式就是以快餐连锁加盟的方式。另外2个老板也相继点点头。乔玉儿勾着唇笑笑，进卧房拿了笔墨纸砚。薛墨看他这种架势，像极了做大事的人，他也是暗暗吃惊，这妹妹真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村姑吗？她这么有能耐，她爹娘怎么还卖她？若知道她现在这么会挣钱，怕是肠子都要悔青了。当然嘛，都是以逐利为本，一个人要再有本事也干不过一群人，只要大家拧成一股麻绳，一起挣钱，那才能够做大做强，甚至能够把这些产业遍布整个朝阳国。至于你们私底下也可以找人加盟薛记快餐，分红虽是给我的，但我会从这1成分红当中抽一部分给你们作为奖励。3个老板闻言心动不已，全都爽快地签了字。玉儿姑娘，那合作愉快。薛墨全程看着，瞳孔蓦地一缩，甚是震惊。乔玉儿这一下子便进账90两银子，真是颠覆了他对挣钱的认知。双方签字按手印，达成一致，合约1式2份。几个老板面带期待，迫不及待地问：玉儿姑娘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？乔玉儿早就把流程想好了，她不紧不慢。这几天我会带你们熟悉薛记快餐的流程，包括食谱制作、摊位摆设以及所需要的工具等等。你们放心好了，我定会做到位的。等你们快餐开张的头1天，还会给你们加油助阵，让你们有个好彩头。好，如此就谢谢玉儿姑娘。好说，几位慢走。等这几位衣着不凡的老板坐上马车走远后，村里又炸开了锅，薛家人开始出名了。乔玉儿掂了掂手上沉甸甸的银子，看薛墨眸中深邃的光，他看了看斑驳的土坯墙，下意识地问：四哥，你看90两银子到手了，这钱拿来盖房子够吗？我想把薛家的茅草房换成瓦片新房。薛墨面露震惊，没想到乔玉儿挣到钱，头一件事就是给薛家盖房。他一口拒绝：玉儿，这是你辛苦挣来的钱，你自己留着。至于薛家盖房的事，再缓缓。几个大男人要用姑娘家挣的钱，这怎么都绕不过心里的那道坎儿。乔玉儿摇了摇头，有些激动：四哥，你看我挣钱容易，况且我这么用心，就是为了薛家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，也算是报答你们的恩情。四哥是觉得我这生意不稳当，那我们可以过阵子再盖房。你放心，既然我有胆魄接着生意，我就会帮他们挣到钱。或者你是想有了银子先给小五治病？乔玉儿后知后觉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，
像小五这种病，怎么也得用银子砸医药系统，还得他亲自操刀治。这次薛墨没有极力的拒绝，冷硬的面容柔和了几分。好，那这治病的钱，当薛家人跟你借的，你放心，我们定会还你。那四哥，我这段时间就去打听神医。小玉儿点头，好，四哥，小五的事你一定要上心。至于银子，我会继续挣的，定能把小五的病治好。薛墨神色有些复杂，他突然想到一个能够帮他的故人。次日一大早便起身去了镇上。薛墨找到了汇丰镖局，守门小厮看到薛墨这高大的身影，这位小哥是想来镖局找活干的吗？此时门口还贴着一张招工启事。他们镖局是不缺人，但缺那种武功高强、能长期押镖的人。薛墨恭敬问道：“这位小哥，我想跟你打听个故人，不知严宽师傅是否在镖局做工？”小厮听到严宽两个字，多看了他几眼，对他不仅恭敬，还殷勤了几分。兄台，你找严宽大师傅呀，他可是咱们镖局的1等镖师，我这就领您过去。多谢小哥。好久不见啊，他的心隐隐透着激动。兄台，你要找的严宽师傅在那儿。小哥手一指，偌大的院里，兵器架旁边站着一位中年男子。严师傅，薛墨，怎么是你？好久不见，你怎么来了？严师傅，我特意来拜见你，想不到你改行做镖师了，还不是为了生活吗？你小子好几年不见，这次拜访，该不会是有事求我？还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师傅。严宽将他迎进了会客大厅，他沏了一壶好茶，给他倒上一杯。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上忙的，尽管说。见他豪爽，薛墨也不兜圈子。严师傅，我想运镖，那种能挣大钱的镖。严宽对薛墨的印象一直很好，他知道薛家很穷，可薛墨是个好苗子，这也是他当年一改常态，破例收他来武馆的原因。后来他去了沙场，这一别竟恍如隔世。银钱难倒他们这些英雄汉。严宽挑了挑眉，实事求是。汇丰镖局在朝阳国各地都有分号，任务自然很多，但银两越多，危险就越高。说白了，咱们都是用性命换钱。薛墨自然明白，他抱拳：“还请严师傅安排。”行，那你跟我来。毛玉儿自从招了3个加盟商之后，就更忙了。他这会儿在饭馆里将自己的厨艺传授给他们，以及怎么处理猪下水的方法。几个老板倒是加盟了，但都曾遭受到自家婆娘的反对。女人们一致当乔玉儿是个骗子，可在他亲自传授菜谱以及侃侃而谈快餐的买卖之后，几个精明的婆娘全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这是什么神仙丫头，简直是散财童子呀！这还没开张呢，他们就觉得这个生意铁定能做。乔玉儿身形窈窕地走在前面，她今天穿着粉色衣裙，一头黑色的长发及腰，从背后看像极了窈窕的淑女。驿站这边有很多的摊位，这个位置处在几个城镇的交界处，地理位置占据优势。众人找好位置后摆摊，等乔玉儿将饭菜全部掀开，热乎乎的香气四溢。乔玉儿看了身后的几个人，一脸激动的模样，不由好笑道：“大家都别发愣，准备干活。”好嘞，玉儿妹妹。不等乔玉儿扯着嗓子喊，就有不少路人停下了脚步驻足。大家没见过这种移动的卖饭摊位。好吃的饭菜，营养美味，价格公道，2素只要3文钱，2素1荤5文钱，2素2荤7文钱，送2碗米饭还送汤。这填饱了肚子才有力气赶路哟，走过路过的千万不要错过。小姑娘，这可以尝尝吗？哎，可以。乔玉儿拨了一小碗的猪下水，又抓了一把竹签，示意围观的人尝尝。天哪，这肉菜也太好吃了！来，给我来2份2荤2素的。给我也来份。我要3份。乔玉儿等人立马忙开了。这生意好的让几个老板以及他们的婆娘心花怒放的同时，又对乔玉儿赞叹：这30两银子的加盟费太值了。食客们纷纷夸赞：天哪，好吃美味，价格公道，这饭菜是谁做的呀？几个老板一脸骄傲。几个老板一脸骄傲。就是这位小姑娘做的。客官，这是我们家祖传的秘方，菜呢都是自己家种的，这成本低，给大家图个方便，我们挣点钱养家糊口就成。太好了，我经常在这一带走动，这天天吃干粮，干事都没力气。是啊，这下吃饱饭，干活也更有力气。赶路人纷纷诉苦。小雨儿说道：我们的菜色每天都会不一样，欢迎大家经常过来吃，以后还会做一些能够打包的食物。好嘞，
那就祝小姑娘你生意兴隆。才半个时辰，他们带来的米饭、几大锅的菜全被一扫而空。不等乔玉儿回去，几个婆娘一脸兴奋。玉儿姑娘，我看时间还早，不如我派人回去多拿点食材，我们现做现卖。行，摊位是你们的，想怎么样都行。哎，好好，看客流量挺好。乔玉儿淡淡的提了个建议，你们3个也算是有缘，不如一起摆了，毕竟一家摊位铁定是忙不过来的。话音刚落，现场有些沉默。僵持许久，3个老板决定把摊位撑大。行，玉儿姑娘，听你的。哼，你们倒是想得开嘛。面馆老板挠了挠脑袋，这不跟玉儿姑娘学的吗？你小小年纪，心胸这么宽阔，倒显得我们几个大男人小气了。你说的对，大家一起干，才能发更大的财呢。行，那今儿个的流程你们也知道了，以后能挣多少，看你们自己了。多谢玉儿姑娘。至于食材嘛，我们可以集中一起收，这样能够把价钱压到最低。好嘞，一切由玉儿姑娘安排。乔玉儿回去，先去薛东跟云香巧的摊位瞅了会儿，远远便看见这对夫妻配合默契，有说有笑，这样和谐的场面他不好打扰，便去了码头关照薛竹这个孤家寡人。玉儿，你咋来了？二哥，我来帮你，那些摊位我都搞定了。天哪，这才1天，你就把流程交接好了？那就这样轻松挣了他们90两银子，还能每个月拿他们的分红是吗？没错的，二哥。这得多少钱呢？哥，具体1个月能够挣多少，我也不清楚，到时候我们算算看，我就知道了。不过小五要治病，薛家还要盖新房，你们还需要娶媳妇，这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玉儿，你……薛竹都不知道怎么说才好。二哥，你们不用太感激，这都是你们的福报，救命之恩大于天。再说你们对我很好，当我是亲妹妹吧。你呀，你这姑娘真让人心疼。话说你爹娘知道后定会后悔的。薛竹一直碎碎念，将他那无良的爹娘骂了1000万遍。傍晚收摊后，乔玉儿跟薛竹2个人直奔猪肉摊位。他今天称了个猪蹄儿，2斤瘦肉，2斤排骨，一下子划出100多文。姑娘啊，你这是做什么生意呀？吃的也太好了吧？哼，你猜？这我哪猜得出来？不过你们应该是开饭馆的，那生意一定很好。我若是有这样的生意，就能盖新房了。说不定大叔今年就可以盖新房哟。说着，他点了几大筐的猪下水、大骨，还有一些肉等等。猪肉小贩儿听愣住了，眼睛笑成了月牙形。姑娘，你可真是我的贵人，那给你们算最低价。不客气，谁让大叔诚实呢？得，明天呀，还得麻烦大叔送货去码头。好说好说。2个兄妹回去时，薛家炊烟袅袅。薛东跟云香巧提前回来，累了1天的大嫂还做了丰盛的晚餐。一家人上桌后，乔玉儿扫了一圈，眼神定格某人，惊讶问道：“哎，四哥今天去哪儿了？怎么没有见到你啊？”薛墨低头扒饭，当时薛东答道：“四弟今儿个找了个活干，他以后要去汇丰镖局押镖的。玉儿，你说这活多危险，可他执意要干这活。”四哥，挣钱的事不要着急。薛家2个摊位虽是我先起的头，但今后也是大哥跟二哥辛苦挣钱，你不要觉得有负担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薛竹又急又恼：“薛墨，你这小子就是心气高，不肯吃软饭。是，咱几个兄弟没本事，全靠玉儿撑起这个家。但既然都是一家人，就不要分你我，大不了以后挣来的钱全交给玉儿保管分配。”薛东又道：“这押镖得走南闯北，多危险呢！银子是多，但若是把命给丢了呢？”薛墨一脸正色：“大哥二哥，我的功夫底子一向不错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哎，你说的轻巧，那些银子多的镖引，容易遇上江洋大盗。你说薛家现在日子好过，你为何还要这么辛苦？”四哥，挣钱没错，你换份活好吗？您别再说了，我心意已决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薛墨说完，便搁下了碗筷，去了卧房。他拿了换洗的衣服，往西边走去。薛东跟薛竹连连的叹气。乔玉儿看得出薛家兄弟感情深厚，他道：“大哥、二哥，要不我再去劝劝四哥，让他先押一些竞标，毕竟竞标没有那么危险。”薛东道：“现在也只能这样了。薛墨性格那么倔，他绝对不会丢这份活的。”乔玉儿点点头，出了薛家门口，朝着西边走去。月光下，水面波光粼粼，却没有看到那么高大的身影。这时，肩膀上被人从背后拍了一下。“是我。”薛墨好笑地走在他的身前，扫了他如同惊吓的小鹿眼。他并不美，可不知为何，看到他那双眼睛，就感觉他身上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。且他发现乔玉儿的长相微微有些变化，
比以前好看了很多。不等他细看，乔玉儿便抬眸喊了一声：“四哥！”他再次尖叫一声，这一次并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薛墨居然只穿着一个裤衩，光着肩膀，露出结实的胸膛，以及……乔玉儿闹了个大红脸，薛墨也红着脸解释：“我刚才在溪边洗了个澡。”他支吾一声，可刚才的惊鸿一瞥，他的人鱼线，标准的6块腹肌，在乔玉儿的眼里怎么都挥之不去，整个人看着穿衣有型，脱衣有肉。他真没想到，年纪轻轻的四哥身材居然这么好，他实在是控制不住脸红。先回去吧。薛墨也不知道他脸红的意思，在他看来，男人光着膀子在溪边洗澡太正常不过了。很多村民也是这样在溪边洗澡的，想不到乔玉儿也会看别的男人。他脸色有些难看。玉儿，天气越来越热了，以后这个时辰不要去溪边，免得他看到那些不该看的东西辣眼睛。啊？为什么呀？薛墨抽着他的脑袋，又好气又好笑道：“傻丫头，平时挺聪明的，这会儿脑子转不过来弯了。天气热了，溪边洗澡的男人会越来越多的。你一个黄花大闺女，少在这里凑合，免得传出去不好的流言。”两人并肩回去，月光将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。四哥，你一定要干那么危险的活吗？薛墨脸色一僵，他怎么忍心让玉儿挑起养活薛家的大梁？他如花的年纪，该是被哥哥们宠爱的。如果你要劝我，那就别开口了。四哥，你还真是倔强。乔玉儿退而求其次，行，你要压标，我们也不阻止你，但你暂时不要走远标，先走近标，好吗？这……你若不答应，我就去你镖局里闹，看你到时候会不会丢掉这份活。薛墨还是头一次看到他这样撒娇的样子，跟平时的坚强倔强完全不一样，这才是姑娘家的样子。好，四哥答应。四哥，多注意安全。知道了。乔玉儿回卧房后，迷迷糊糊的准备入睡，就听到系统提示音叮的一声。乔玉儿问：“小雪，你怎么还不睡？”她便看到任务的显示栏当中，接的裴府夫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30%。天哪，居然还有这个功能！等进展到100%，老夫人的病差不多就能痊愈。医药系统还真是功能多多呀！乔玉儿想到薛家小谷的病，立马往里面投了10两银子。就听见叮的一声，激活了系统菜单功能，菜单栏立刻就更新了。出现在视线里的是一排排现代医疗器械。他随手点了一下，就见有检测耳鼻的医疗器械，还有助听器。小五的聋哑是因为后天发高烧造成的，完全是可以治愈的，但居然要消耗200两银子，以及消耗20的功德值。他不仅要往里面投钱，还要不停地做任务，往里面投功德值。也不知道老妇人这个病痊愈之后能够攒多少的功德值。夜深人静，此时靠近东边的一个卧房里，隐隐传来细微的声音。乔玉儿仔细的辨别，是薛东这间屋子发出来的声音。此时累了一天的薛东原本躺下该睡着的，他闻着身旁女人散发出来的自然香，怎么都睡不着，翻来覆去时把云香巧都给惊醒了。薛东，你咋了？不舒服吗？他看了一旁熟睡的闺女，又给文文盖了盖被子。他收回来的动作好巧不巧地碰到了薛东的胸膛，就好像点了一把火，让他的声音瞬间沙哑。他一把抓住这双作乱的小手，突然就将他整个人往怀里带，低头堵住了他的唇，毫无章法地啃来啃去。云香巧整个人都愣住了，根本还没有回过神来，就被他按在了怀里，使劲的亲。就见薛东更动情了，直到闻得喘不过气来，薛东才抵着他的额头，压低声音问他：“香巧，可以吗？”有些害怕，这犹豫的瞬间就叫薛东整个人压了过来。云香巧忽地抱住他的腰，瞅了瞅一旁的闺女，脸红扑扑的：“能不能把文文抱去薛凡那间房？”你等我。薛东好不容易摸到自己的房间，先把窗户推开一点，让月光照耀进来，看着云香巧扯着被子，那眼神跟一头小鹿一般的看着他，他便忍不住了，将人连背的抱在怀里狠狠的吻。云香巧痛的都皱了眉头，但架不住他那兴奋的样子。香巧，能娶到你真好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喜欢女儿，你给我多生几个女儿，儿子也行，将来还能保护你，只要是你生的，我都喜欢。云香巧的脸更加的红了，还好光线昏暗掩盖住了。两个人这还没同房呢，他就想得这么远，就要跟他生那么多的孩子。我这，你能接受文文
真的很感谢你。他支吾道。文文那么乖巧，有现成的闺女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薛东说着，身子一震，就跟他合成了一体。两个人的纠缠好像是干柴烈火，房间的温度都控制不住的升温。云香桥守了好几年的寡，同房对他来说仿佛是上辈子的事。而薛东未经人事，但由于年纪大了，也懂得疼人，让他非常舒服。火苗被点燃后，发出了滋滋的响声，在这个寂静的夜里，像是很小声的催眠曲。小玉儿这会儿刚刚路过，要去茅厕，听到这催眠曲，还有些什么不明白的呢？曲子时而高高低低，时而激进，可以想象里面的战况。他不由得羞红了脸，看来大哥大嫂是头一次同房，那也太激烈了吧。小玉儿赶紧溜了，可她再也睡不着了，一整夜都听着那催眠曲，断断续续的，直到快天亮了才消停。这大哥的体力也太好了吧。得了，看嫂子这样啊，今儿个肯定是起不了床做早饭的。他叹了口气，嗖地从床上爬起来，就准备去灶房做早饭，却不想云香桥已经在灶台边上忙碌。这乔玉儿惊讶的快说不出话来了，这大嫂也太能干了吧，累了一晚上还要做早饭。大嫂，这几天摆摊辛苦你了，要不我来做早饭吧？没事儿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时辰还早，要不你回房休息吧。大嫂，我有些东西想送给你。乔玉儿说着，从衣袖里掏出了东西。玉儿，这是什么？大嫂，这个是润唇膏，呵护嘴唇的；这个是护手霜，擦手用的，早晚擦一次，保护双手，能够跟你的脸一样白白嫩嫩的。太谢谢你了，玉儿。不过涂抹嘴唇的时候，她吃痛一下，她不免想起薛东昨天晚上猴急的样子，脸微微的有些热。吃早饭时，薛东的神情也有些很不自然，偶尔跟云香巧对望，那脸都红到了脖子根。薛竹又是个少根筋的，喝了米粥一直问：大哥，大清早的你脸咋这么红呢？现在天气也没有那么热呀。薛东被呛了一口，云香巧给他顺了顺背，后者感觉到他这双柔软的小手放在他的背上，昨晚就是这么摸着，他仿佛又有感觉了。还真是开了荤的男人，一旦想起这方面，刹都刹不住呢。大哥，你说都这么大的人了，喝口粥还能呛到？薛东低着头，窘迫地喝着米粥。乔玉儿眼唇偷笑，这个二哥呀，还真是个钢铁直男，连这都看不出来，他一个劲儿地问。没看到大嫂的脸都红到了脖子根儿，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吗？他赶紧打圆场道：那个二哥，你们摆摊那么辛苦，每天还要走那么长的路，不如买辆牛车吧，这样来回方便点。他拍桌子，一脸的兴奋。大哥，这牛车我今儿个就想买，没想到又跟玉儿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得，那今儿个就去镇上买了那牛车。行吧，那你看着办，有了牛车是要方便点。一家人相视一笑，感觉这日子呀，一天天忙碌起来有奔头。玉儿当了甩手掌柜，很少出摊，但他想开发出多一点的加盟商，便一起跟去了镇上。他在码头摆了这么多天的摊位，每天忙得晕头转向，都还没有走遍全镇呢。这独自出来逛逛，不知不觉就走了好几条街。小玉儿逛着逛着，就逛到了回春堂。药堂里有几个病人正在等待就诊，抓药的伙计看到乔玉儿来了，脸上一喜，便去喊韩大夫出来。小哥不着急，等韩大夫忙完了再说。行，那姑娘稍等，这边请坐。诊完这几个病人之后，韩大夫赶紧过来招呼：玉儿姑娘，你今儿个过来是想去裴府看看吗？不是的，我只是路过，进来看看而已。老大夫办事我放心。乔玉儿笑着打趣。两个人正说着话呢，就见一辆豪华马车稳当地停在了回春堂的门口，车上下来一个衣着华贵的白衣公子，阳光将他的面容刻画得俊秀华贵，他高鼻薄唇，凤眸迷人。此时的裴俊看到药堂里的乔玉儿，守着他的背影，好像来裴府看病的女神医。他对一旁的随从问道：十一，你看这姑娘背影像谁？可曾觉得眼熟？随从十一认真地打量了一下。公子是说她像那个女神医？乔玉儿察觉到门口的动静，循声望去，就看见一位白衣公子风度翩翩地站在门口。奇怪，对方看他的眼神为何是充满了探究跟好奇。他微微蹙了蹙柳叶眉，便跟韩大夫挥手告别。伙计这会儿才看到裴公子的出现，赶紧出门迎接。裴公子，您怎么来了？还请进来坐。刚韩大夫还想去裴府问问老夫人的身体呢。祖母的病情有所好转，之前总是睡不好觉，这几天起码能入睡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伙计在回春堂干了10-20年，自然知道乔玉儿就是那个蒙面神医。
但他们双方有约定，对外谁也不能暴露他的真实身份。多亏韩大夫介绍的神医。裴公子意有所指的朝着门外看了一眼。伙计，刚才那个姑娘是谁？我瞅着怎么有点像去裴府的女神医呢？公子，您说笑了，那姑娘就是个来回春堂看过病的病人，怎么可能像神医呢？裴俊有些纳闷，难道真的是他看错了？随从跟了裴俊这么多年，从没有见过他对哪个姑娘这般的留意。他立马道：公子，要不要小的去打听下？裴俊摇了摇头，就见韩大夫走过来。裴公子是说那姑娘吗？她叫乔玉儿，是华东村薛家买来的妹妹。别看这姑娘长得不起眼，脑子灵光，很有生意脑。她带着薛家人在码头卖饭菜，生意十分火爆，因此在村里也出了名了。随从啧舌，这还真是人不可貌相。裴俊总觉得这姑娘比他见过的名门千金都要特别。会做生意的村姑，这倒挺稀奇。韩大夫，既然您今儿个打算去裴府一趟，那就麻烦您了。裴公子，客气了，这是身为大夫应该做的事。行，那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走一步了，告辞。裴公子折扇一挥，风度翩翩地上了马车。很快，他就看到街边的那抹倩影。十一，跟上那姑娘。是，公子。于是，这辆马车就晃晃悠悠地跟在乔玉儿的身后，跟着他去了码头。乔玉儿刚到码头，就见有人找他。玉儿姑娘，听说你这快餐还要招加盟商，对吗？对呀，我们薛家快餐摊是要招加盟商的，且每个镇的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你既然打听了这个消息，想必对我们薛家规矩也是一清二楚的。馄饨小贩急切道：我知道，加盟你们需要30两银子，我这东拼西凑全都借到了。可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加盟薛家，我是会教食谱以及生意经方面，但是具体能否挣到，还得靠你们自身的勤快好学。既然是做买卖，都是有赔有赚的，我不一定可以保证你一定可以挣到钱。玉儿姑娘，只要你诚心教我，学不到挣不到都是我的事，我们绝对不会闹事。行，那一会儿我们写下契约，一手交钱，然后我就开始帮你筹划。好好好，一切任凭玉儿姑娘安排。裴俊的马车就停在码头的附近，看看这姑娘伶牙俐齿，能说会道，说的他都心动了。工头见他瞅着乔玉儿，一脸嘀咕样，他不免解释：裴公子，您是在看那个玉儿姑娘吧？您可不知道，她在码头可出名了。哦，怎么个出名法？码头的繁荣带动了这一带的小贩生意，尤其是这个最近冒出来的薛家摊位，直接垄断了码头工人的吃饭问题。这个乔玉儿很会做人，每次见我去吃饭，从来不收钱，还常把好菜留给我，因此我对她的印象更深刻了几分。小小年纪就很会做人，这点是很多姑娘家都比不了的。我认识你这么多年，很少见你夸一个姑娘，看来这丫头有过人之处。谁说不是呢？工头将那天打架的情景说了一遍。乔玉儿不仅跟那仇家化干戈为玉帛，还拉了好多的生意。什么加盟费？说白了不就是入伙吗？为何用这么奇怪的词语？裴俊抽了抽嘴角，且入伙就给30两银子，还要抽1成的分红，这也太能算计了。是啊，这姑娘是不简单，但命运也多舛，也不知道当初卖掉她的爹娘，若听到她如今名声大噪，会不会后悔？裴俊听着这姑娘的过往，越发的感兴趣。按道理说，乔玉儿这样的姿色是入不了他的眼的，但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乔玉儿根本不知道，她再一次的被人在背后评头论足。她此刻专心致志教那些卖馄饨的小贩儿。签完协议之后，他就列了一张清单。马大叔，这摊位需要准备桌椅、锅炉、木桶等等，其他的碗筷啥的，你摆过馄饨摊的都差不多。马大叔，你摆过摊位，很多都是现成的，也添置不了多少东西，主要是新鲜的食材，每天得多做准备些。猪下水跟素菜，我这边可以帮忙代收，你们都是我的加盟商，给你们点便宜也是应该的。太好了，那就麻烦玉儿姑娘了。行，我让猪肉小贩每天将这些猪下水送到码头，明天再多加1筐。刚开始摆摊，我会带着你们摆，等你上手了，就各凭本事了。好的，玉儿姑娘，以后就请你多多关照。客气了。乔玉儿笑着跟他说了些关于摆摊的注意事项。这会儿就见有人喊道：老板，来2碗馄饨。说话的是位长相美丽的姑娘，她旁边站着个衣着寒碜的妇女，两人站在一块儿，任谁都看不出是一对母女。好嘞，2位客官，请稍等，
姑娘，还请稍等下，我弄2碗馄饨。没关系的，马大叔，你先忙。听到这清脆悦耳的声音，那对母女的头同时抬了一下，见站在小贩旁边的姑娘竟然是乔玉儿，他们惊得瞪大了眼睛。这个摊位处在街道的尾巴处，位置不是很好，但由于这摊位摆在这儿位置很多年了，母女俩也是过来吃过几次，对这个小贩自然印象深刻。这小贩30出头，是个死了媳妇的老官夫，人又矮又瘦小，皮肤粗糙，面相又普通，是再平常不过的老百姓。他跟乔玉儿这个丑女站在一块儿，都可以用鲜花插在牛粪上来形容了。可是他对乔玉儿言听计从的样子，像是怕媳妇的料。乔兰儿在心里轻吃，原来他的妹妹是被牙婆子卖给了这个老官夫呀。丑女配老男人，还真是协调呢。乔兰儿的优越感一下子就上来了，阴阳怪气的嚷道：“哟，这不是我那没人要的妹妹吗？这么多年都无媒婆问津，终于嫁出去了。”乔玉儿总算是看到了这对母女的存在，这个姐姐的无脑她是领教过的。至于这个妇人，大约40多岁的样子。小兰儿，我嫁不嫁男人跟你有关系吗？要是你还没嫁人就跟人家秀才卿卿我我，这传出去怕是不太好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！面对母亲投来疑惑的眼神，她又急又恼。娘，你看她这嘴太臭了。